他被称为中国最能打的小矮人，有着武僧的身手，却被称为当代武大郎。曾经在网络豪言30秒 KO 武神一龙，31秒 KO 死神翻遍，他就是草原狼河喜格图。但他的这一番话被爆料之后，也是瞬间成为了网络热搜，粉丝们也是当场嘲笑激粉：你一个武大郎有这个实力吗？说起草原狼，大家都非常熟悉，曾败于中国 UFC 第一人张铁拳门下，与李景亮为同门师兄弟。来自于内蒙古的河喜格图，从小就是一个放羊娃。因为常年在山里奔波，他的身体素质也是非常的过硬。虽然他的身高只有1.55米，但他天赋异禀。在他3岁那年，母亲去世以后，河喜格图就跟着父亲一直放牧，直到河喜格图成年，他的父亲也离开了人间。正因为父亲的离去，河喜格图下定决心要走出草原。最终在朋友的介绍下参加了那达慕格斗大会。26岁的河喜格图走上了自己喜欢的格斗之路，可以说是格斗改变了河喜格图的一生。当然他也算大器晚成，在一次比赛中肋骨断了2根。这时很多人都以为他要退役了，但不服输的草原狼又卷土重来。虽然说在上一场比赛他惨遭小自己10几岁的小将 KO， 但38岁的河喜格图依然还在擂台上奋战，培养徒弟，声称要给格斗体育的年轻人做榜样。很小并不代表能力小，河喜格图也是完美的诠释了这一点。但就在近日，河喜格图又参加了一场比赛，然而这场比赛也彻底惹怒了河喜格图。赛前被对手侮辱叫小矮子，还更是要声称30秒 KO 他。河喜格图也是霸气的回应，要打他嘴巴子。小矮子，30秒 KO 你。哦，我最不喜欢说我个子矮，小矮人，我打你嘴巴。实力悍将与 MMA 传奇老将的对决，河喜格图对王秉义。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回到比赛中间来见证一下河喜格图的实力。那么在这场比赛中，河喜格图能否打败王秉义，找回自己的尊严？我们接着往下看。之战首先出场的草原狼河喜格图。河喜格图年龄37岁，身高1.56，臂展1.56，技术核心是综合格斗。职业大赛呢，整体战绩15战10胜5负，在战的成1战1赢。来自于狼牙格斗俱乐部。好的，在这里我相信大部分粉丝还是对这个河喜格图非常的熟悉。因为河喜格图再怎么讲也是这个 MMA 界的传奇老将练习这个综合格斗时间比较长，从26岁进入这个综合格斗一直打到38岁，先后也是打过多项赛事，包括国内的混能决以及这个女士的荣耀，还有国际赛事的湾冠军赛，他都有参加，职业战绩也是非常的不错。然而在上一场比赛中在湾冠军的比赛中，这边的河喜格图是被对手打断了2个肋骨，然后再次卷土重来的时候是来到了这个 GCK 的战绝城。我们来看一下，而且目前河喜格图在战绝城的战绩的话是1战1负目前是在3场比赛中对战这个石晓东已经输掉了比赛。那么今天这场比赛也是河喜格图在战绝城GCK 的第2场比赛，这场比赛对于河喜格图来讲也是非常的重要。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河喜格图能否打败在赛前叫他小矮子的这个选手王秉义，让我们拭目以待。到3战1胜2负的战绩于北京格斗区进行。是的，我看到王秉义呢，他在最开始的时候是先感觉到了，是拿到了全国的亚军，并且呢，他说我在格斗兄弟训练真的是让王老师呢是非常大的帮助。自从上一场比赛到现在呢，技术越来越大，球练起来前侧加工1名的平稳的形式。赢得这场比赛，在他的团队当中也能看到这个长期综合格斗教会人士，让一些这个年轻人到格斗基本上有势远正海王天。好的，这边出场的就是红脚选手王秉义。一位综合技术非常强悍的年轻小将，在这个 GCK 的战绝城擂台上目前已经取得非常不错的成绩。然后来看一下今天他对战的 MMA 传奇老将河喜格图，他到底能否击败河喜格图来证实自己的实力。我们来看一下双方选手的资料。王秉义年龄23岁，身高174公分，而这边河喜格图37岁，身高只有156公分。看到身体年龄的差距这个身高差距非常大。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到底谁更厉害，到底是姜还是老的辣，还是这个拳怕少壮印证这2句话。好，比赛现在开始，让我们回到赛事中间。
比赛第一回合现在开始，让我们一起回到赛事中间，我们来看一下，红脚选手是年轻的实力悍将王炳印，而蓝脚选手是 MMA 传奇老将何启格图啊，号称草原狼的何启格图。我们来看一下比赛现在开始。好的，比赛开始了，我们可以看到双方选手的年龄啊，在资料上显示啊，差距还是非常大，以及身高的话，差距啊也是非常大。所以说整场比赛的一个资料显示的话，这边王炳印啊还是占据了绝对的优势。那么来看到何喜格图作为一个传奇的 MMA 老将啊，在 MMA 战场也是打过多场比赛，所以说啊经验也是非常丰富。所以说这一仗啊实力啊小将对于这个 MMA 传奇老将而言啊，是一场非常大的考验。影响比赛一开始之后，何启格图啊一直在找机会啊，试探这个打击这个王炳印，在寻找这个机会。而相反，王炳印的话放起来啊是非常轻松啊，我们看到一直在向何启格图啊发起这个主动的进攻。了解何启格图的都知道，他是一个传奇的 MMA 老将，在之前的湾冠军赛打的比赛也是非常的不错啊。由于年龄的关系啊，现在也是退下来，一直在打国内的 GCK 啊，现在目前是 GCK 的第2仗。第一战的话是被自己年轻10几岁的石晓东啊直接给 KO 掉，所以说何启格图啊这一仗啊也是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啊，因为这场比赛的话是急需他找回尊严的比赛。那么今天的王炳印啊是否能够战胜何启格图，我们就拭目以待。漂亮，我们可以看到何启格图上前压击啊，前手摆拳，我们看到来硬的刺激一下这个王炳印啊。我们看到王炳印的话，他在臂展上面的话，身高上面还是非常有优势的。我们看到。相对来讲的话，何喜格图啊，应该是传奇 MMA 老将的话，他这边的一个击力度啊，可能要更密一些。但是这边王炳印的冲击力啊，也是非常的强，看到一直啊不给何喜格图晋升的机会。对，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何喜格图啊，他是在战力上与这个王炳印啊去这个拼拳。但是你要知道，何喜格图啊，他出生于内蒙古啊，天生的一个摔跤手啊是他的强项，所以说在地面上的话，何喜格图还是非常的强悍。我们之前看过他的比赛也知道，他在地面上啊，他的降服技啊是非常的恐怖啊，这个打死角啊那一项也是他的强项。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何喜格图啊，可能在第一回合还没有摸清楚啊这个王炳印的情况下，还是不会下潜。但是王炳印啊，也不得不防一下这个何喜格图。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王炳印啊，好像打法非常的凌厉啊，一直在向前压进啊，不断的在逼近啊这个何喜格图。来看一下，何喜格图可能随时都有下潜的机会。哇，漂亮！但何喜格图啊，一旦下潜的话，王炳印啊可能会非常的危险，因为这个学跆拳道的小伙啊，看到他站立还是硬拼啊，还是非常的强。但是在地面的话就不一定了。漂亮，果然我们看到下潜爆摔了。何喜格图的动作还是非常连贯，非常快。看到现在将王炳印压倒在地面。我们来看一下王炳印啊有什么办法可以推出啊这个解锁这个何喜格图的这个爆摔，看一下他能否防住啊。各位远道而来，本帅有失。但是也没办法，我们可以看到何喜格图在战力上的话我们看到这个臂展的优势啊，身高的优势啊，显然他也占不到很大的便宜。所幸我们看到何喜格图还是在摸清啊这个王炳印的这个战力技巧的情况下，还是进行了爆摔啊。我们看到有了一次下潜的爆摔，肯定会有第二次。哇，漂亮！我们看到王炳印的一个飞踢，哇，差点要顶住了啊。我们看到如果这一脚看到打中了这个何喜格图的话，那果然是非常的危险啊。这个年轻小将果然是年轻小将，我们看到动作是非常连贯，而且非常的猛。好，我们看到现在比赛时间还剩下最后的15秒钟，现在是爆发期间，我们可以看到何喜格图
哇，战地的话，文明还是非常厉害，一直将这个河西格图打得往后退缩。确实啊，文明在这次比赛的话，他的一个体重升高，还有这个翼展都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啊。这一次的话，他对战河西格图必须是以 Q 的方式打败河西格图才能拿到比赛的胜利。如果说不是河西格图被他打倒的话，那河西格图在点数上占据优势的话呢，肯定会判河西格图胜利。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于王颖斌来讲也是一次非常大的考验。我们看到慢动作在第一回合中这个河西格图在身高臂展不占优势的情况下，这个战力技巧还是非常出色。虽然说第一回合河西格图没有利用他的强项抱摔但是在第一回合他已经完全的掌握了这个王彦斌的一个打法以及技巧。小矮子，30秒 KO 你。我最不喜欢说我个子矮，小矮人，我打你嘴巴。实力悍将与 MMA 传奇老将的对决，河西格图对王秉义。接下来第二回合来看一下河西格图会有怎样的表现以及反应。好，比赛现在第二回合。好的，比赛现在进入到第二回合，我们来看一下河西格图在第二回合的表现会如何。这边的王秉义会不会在第二回合强行的压制到这个河西格图？很快我们可以看到王秉义在第二回合也是加强了自己的进攻节奏，不断的向这个河西格图逼近。河西格图也是在试探性的寻找机会，看一下到底谁更强。这还是前提的在各位远道而来，本帅有失远迎。好，一个前手后摆，我们看到河西格图现在显然在战地上的话，他占不到任何的便宜。明显这个王秉义也是加强了自己的打击密度。西格图不得不采用其他的方法，我看到来制服这个王秉义。好，战力平权。战力平权显然占不到优势没办法因为臂展的关系。但是王秉义这次也是确实面临着巨大的考验，他不能 KO 这个河西格图的话，可能会不被判定这个胜利。所以说两个人打起来是确实非常的吃力。其实在体能方面的话，讲到河西格图的话，可能这个河西格图因为作为一个经验老将目前的话他的年龄是比较大，已经38岁了，所以说在体能上面的话，河西格图不一定能占到优势，因为在万冠军比赛的话他也是受过伤现在是卷土重来的第2场比赛在 GCK， 所以说王彦斌王秉义的话在这场比赛中完全的优势是占到了，所以说这次他必须 KO， 不能 KO 的话那基本上是拿不到胜利。现在比赛第二回合还剩下最后的2分钟，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双方选手在战力平权依然非常的凶狠。好了，我们可以看到河西格图的牙套是被这个王彦斌给打掉了。现在继续比赛，我们来看一下河西格图在这场比赛中确实面临着非常大的考验。对战这个实力小将王秉义的这个重拳冲击我们看到河西格图还是显得非常的没有优势
算不算是有效的？对。好，连续的补拳，漂亮！看到向前直拳啊，我们看到在试探啊，打一拳，我们看到马上进行反手，嘿，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哇，再次被这个河喜格图带入到地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王炳硬啊有没有翻身的机会。河喜格图在地面的打死角还是很厉害的啊，一旦被他拿到这个下位的话是很危险的。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王炳硬也非常聪明啊，直接哎呀打击啊这个河喜格图的脑袋。各位远道而来，本帅有失远迎，还望见谅。谁在命境断是在赛次画画是为什么？对，没错，我们看到这个王炳硬在赛前啊放话也是非常的狠，对河喜格图啊也是进行了一番侮辱啊，声称啊河喜格图是个小矮人啊，打他啊只要30秒就 KO。但是我们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河喜格图这位老将他的实力啊并不弱，我们看到已经进行到第2回合结束啊，这个王炳硬还是没有办法 KO 掉这个河喜格图。也就是说，刚才的拳法的大刀都有就是保留在。很明显啊，在第2回合双方表现啊都非常的特别啊，我们看到打击力度啊也是非常大，而且密度也是非常的高。我可以看出，在最后的时刻，河喜格图做出了这个抱摔动作，也是非常奏效。那么在接下来的第3回合，河喜格图会不会用他的抱摔技巧来将王炳硬啊制服？我们敬请期待。小矮子，30秒 KO 你。哦，我最不喜欢说我个子矮，小矮人，我打你嘴巴。实力悍将与 MMA 传奇老将的对决，河西格图对王炳硬。是那句话啊，因为王炳硬啊在赛前占据的各种优势啊，在体重、身高还有臂展上面都有优势，所以说这场比赛王炳硬啊只有啊看时间了啊，因为这场比赛他如果不能 KO 这个河喜格图的话是非常危险啊，会判定啊输掉啊。好，比赛第3回合现在开始，让我们一起回到比赛中间。其实啊，从前面2个回合的一个交战中，我们可以看出王炳硬还是得注意一下河喜格图的这个抱摔，因为河喜格图啊这个 MMA 老将啊，毕竟啊他的经验啊是非常的丰富啊。你可以看到现在王炳硬啊也是要转变一下自己的战术。帅有失远迎，还望见谅。好，上勾下摆，我们可以看到王炳硬乘胜追击，这边河喜格图能否完全的应战？我们看到在臂展上面这个河喜格图没有占据到任何的优势啊，在拼拳上面啊，河喜格图臂展的优势是展现不出来，而且一直啊被这个王炳硬啊追着打。漂亮，我们可以看到连续的追击。河喜格图啊，我们看到现在采用的方法非常的简单，我们看到就是以进为退啊，来迷惑对手啊。王炳硬啊不吃这一套，我们看很显然，拳腿组合啊，不断的向这个河喜格图进行输出啊，密度非常的高，就看河喜格图能否顶得住啊。有失远迎，还望见谅。他的拳法之前4拳也相当的精。再次下前抱摔，抓住了左腿，我们看到哇，再次一个抱摔，进入到地面。现在进入到地面了，我们看到这边的王炳硬也是开始，哎呦，进行反抗。我们看一下王炳硬能否成功的逃脱啊这个抱摔动作，反手，看到王炳硬的防摔啊还是不错的啊。
现在我们看到河西格图将王秉义带入到地面，想进行控制啊，但是也非常的困难。王秉义啊没有这么快被他控制住啊，现在的情形啊很简单，这边的王秉义双手插地啊，一直处于这个办公区的一个状态。这个河西格图想带入到地面完全实施压制啊，是非常的困难。各位远道而来，本帅有失远迎，还望见谅。好，我们看到河西格图再次发力向前推进啊，没有准备啊给王秉义啊起身的机会。看来河西格图啊是不想打站立啊，看到在站立上他占不到便宜嘛啊，很显然他不想给这个王秉义起身。看到现在在拖延时间啊，现在还有2分钟，最后的2分钟。再次的再次决定老将啊，老将就是老将，我们可以看到啊，在地面上的话还是非常的出色啊。我们看到，虽然说啊，在卷土重来之后啊，这个河西格图啊，由于年龄的关系啊，这个战斗力也是下降了许多。但是尽管啊，我们可以看到河西格图他的意志力还是非常坚强。各位远道而来，本帅有失远迎。好漂亮！还望见谅。现在的控制主权啊，完全在河西格图这边。我们看到现在还有最后的1分15秒，河西格图啊，更显然啊还是没有给这个王秉义啊任何这个起身的机会，进行压制，强烈的压制。漂亮，再次顶到龙边。我们来看一下抱摔动作一直啊连贯。好，还有最后的50秒钟，来看一下河西格图能否将这个王秉义啊在地面上降服。现在的话，河西格图我们看到将王秉义顶在龙边，来看一下王秉义啊会不会做出啊非常强烈的反击动作。哦，漂亮！果然啊，王秉义开始发力，前手刺拳，哇，再次下前，再次抱摔，防住了，漂亮！哦，哎，想爬到后背进行裸脚，对这个河西格图，这个王秉义也是使出了这个绝招啊，想在后面啊进行压制啊。还望见谅。不得不说啊，这个摔跤啊是这个河西格图的天赋啊，我看到想这个将河西格图啊裸脚也是非常的困难，而且河西格图我们看到现在虽然说是在地面，但是这个王秉义啊任何机会啊任何的优势啊也没有占到。好的，比赛结束。好的，比赛3回合已经结束啊，最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双方选手啊都没有 KO 啊。这场比赛的话，最终啊可能是以点数的方式来判定啊这个胜利。所以说这次啊从这个战况来看的话，王秉义啊虽然说在前面的话是占据到优势了，但是很显然一个问题啊，还是一句老话，王秉义在赛前的话他是有超重啊，因为在各方面啊都占据着非常大的优势。所以说这场比赛的话，王秉义没能 KO 这个河西格图啊，他极有可能啊会被判定啊输。有失远迎，还望见谅。支撑为什么主要是因为摇闪，包括像对手臂掌都是意志上对直接。好了，比赛结束，现在是官方啊判定结果的时候到了，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判定结果。我们来看一下是谁赢啊谁输。当然王秉义啊并没有拿到比赛的终结啊，可以说啊这场比赛80%啊是判定这个河西格图胜利的。好，最后我们还是来听一下官方的一个比赛结果公布。由于来自于中国的方选手王秉义赛前冲动发动，根据赛制规则需要提前终结才能获得比赛胜利，所以本场比赛最终的获胜方是蓝方选手草原狼河西格图。好的，恭喜河西格图啊以判定的方式赢下了比赛，成功啊拿回了自己的尊严。因为在张觉成 GCK 他是第2次比赛已经输掉了1次啊，所以说这场比赛河西格图赢下的非常的不容易。
感谢各位球迷以及观众的支持。我是本期的解说格斗小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